华佗大夫，我又来了。关将军又来刮宫啊，不是刮骨疗伤。疗伤不假，但这次是我的爱子关平。小关将军怎么受伤的？本来那一剑是要射我的，没想到这孩子爱爹心切，居然伸手替我挡了一剑。刮骨疗伤，我怕他受不了。请问你们是选保守治疗还是不保守治疗？呵呵，关某的爱子铁骨铮铮，自然是选不保守治疗。那简单，把手砍了。靠，这么个不保守啊！爸比，要不咱们就选这个吧。混账，我那还有军师的信要你帮忙抄个700-800遍的呢，你没有手怎么行？要不您猜猜我为什么要拿手挡剑？少他妈废话，给我选保守治疗。那也简单，把手砍下来，冷冻保存。合着你的意思是，保守治疗就是只保住那只手，不保人；不保守治疗就是只保住人。不保守。好，你且把脑袋伸过来，我给你看看关某的保守疗法。别闹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其实咱也可以服用解药。靠，有解药你他妈早说呀！那关某的爱子就交给你了，我先开个叉车取信去。小关将军，你中的这个毒叫做9天师地菩萨摇头啪啪一刀2断肠草。那请问这个9天师地菩萨摇头啪啪一刀2断肠草该用什么解药？此毒无药可解，只能以毒攻毒。您先等会儿，这个以毒攻毒有科学依据没有？当然有了，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，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吧？没毛病。苹果不能直接吃吧？那可不。但用自来水洗过的苹果就可以吃了，这便是最原始状态的以毒攻毒。哦，这个太肤浅了，能不能举个稍微复杂点的例子？没问题呀，根据刘备的的炉房主定律。您再等会儿，我都上到大巴了，也没听过这个定律啊。你上地铁都没用，我这不正要解释吗？根据刘备的炉房主定律，炉房主，刘备也房主，但刘备其炉却不足，这足以证明正正得负，以毒攻毒。有点道理啊，那你决定用什么毒来攻这9天师地菩萨摇头啪啪一刀2断肠草？能攻这9天师地菩萨摇头啪啪一刀2断肠草的，唯有3妻4妾皇帝点头哈腰四方来贺顶红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刚刚的3妻4妾皇帝点头哈腰四方来贺顶红似乎过了点量，你现在又中了3妻4妾皇帝点头哈腰四方来贺顶红的毒了。靠，那怎么办？无妨，你再服下这碗9天师地菩萨摇头啪啪一刀2断肠草来以毒攻毒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刚刚的9天师地菩萨摇头啪啪一刀2断肠草似乎也过了量，现在你又中了9天师地菩萨摇头啪啪一刀2断肠草的毒了。嫂，你现在要再服下3妻4妾皇帝点头哈腰四方来贺顶红来以毒攻毒。行了，你他妈拿来吧。小关将军真是海量啊！现在夸这玩意儿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选择不保守疗法。小关将军果然犀利，壮士断臂，可歌可泣。少跟我放屁！不过根据夏侯惇把屎吞金定律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遗弃，砍手当然没问题，但你得吃了这手臂。我回来了，华佗大夫，你的医术果然高超。爸比，你是从哪儿看出来他的医术高超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你都养胖了呀！